最近市场是不是感觉有点紧张兮兮的？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，解析一下这种短期的焦虑，但同时我们也会把镜头拉远，看看那些真正影响加密货币未来的长期大趋势。好，那这礼拜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肯定就是这个了。联准会眼看就要降息，这明明是个好消息，但市场上却充满一种利好出尽就该卖的恐慌气氛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该准备迎接一场崩盘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会用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。我们会先从眼前的恐慌开始，然后深入到技术面的基础，再来检查一下市场情绪，最后我们会把格局拉到最大，看看整个宏观环境的转变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担心的事开始，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联准会会议，还有市场可能会有的反应。首先，你看哦，从这个图表上来看，市场几乎是100%笃定会降息25个基点。在金融市场，当一个结果被大家完全预料到，我们就说这个消息已经被 priced in 了，也就是价格已经消化了。这就表示降息这个动作本身，其实不太可能给市场带来什么大惊喜或冲击。所以啊，大家要注意，真正的关键根本就不在降息本身，而是在会后记者会上，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怎么说。市场会像侦探一样分析他讲话的语气、用的字眼，去寻找任何关于未来政策的线索。比方说，他们什么时候要结束量化紧缩，也就是所谓的 QT， 停止从市场收回资金，甚至他们有没有可能按息下一轮的量化宽松，也就是 QE。印钞票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始？这些才是真正会影响市场方向的重头戏。好，那短期的消息面我们先放一边，我们来把格局拉大，看看周线图这种比较长期的趋势。你会发现哦，虽然这几天市场吵吵闹闹的，但几个主要币种的长期结构其实还是非常稳固的。我们先来看看老大哥比特币。它的周线图可以说是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。你看哦，它很漂亮地在牛市的关键支撑线上弹了2次，而且周线还稳稳地收在115000美元以上。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技术细节，这里出现了一个隐藏的看涨背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价格的低点越走越高，但像是 RSI 这种技术指标的低点却往下走，这通常是个好兆头，代表下跌的力道正在减弱，多头的潜在力量其实是很强的。再来，我们看看以太币哦，它现在这个位置就很有趣了，感觉上像是在憋大周。它现在就在历史高点附近来回震荡，我们称之为高位盘整。你想想看，价格已经在这么高的地方了，但就是跌不下去，代表想买的人还是很多，把价格牢牢撑住。在技术分析里，这种情况啊，通常就是下一次向上大突破的前奏。最后来看看爱达币 Cardano， 哇，这个走势简直就是教科书等级的看涨结构。你看哦，它先是冲过了84美分这个之前的大关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又很标准地回来踩一下，确认这个之前的天花板现在变成了支撑地板。这种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更高的高点、更高的低点的模式，就是一个非常清晰、非常健康的上升趋势。说到山寨币，我们来特别看一下 Solana， 因为它最近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讯号，有一个叫做超级趋势的技术指标，它不常出现，但每次出现都很惊人。你看这个历史记录，前3次它亮出买入讯号之后，后面都跟着几千个百分比的涨幅，超夸张的。而现在这个讯号又出现了，所以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假设，如果历史重演，就算只是复制上一次那个比较少的1300% 的涨幅，那 Solana 的价格会到哪里？算一下就知道，会超过$1000。而且哦，不只是技术指标看好，那些我们说的聪明钱，也就是大机构，也用实际行动在投票了。
你看 Galaxy Digital 买了15亿美金的 SOL，Helios 这家上市公司也砸了5亿，这可不是小钱，这是真金白银地看好 Solana 的未来。好，最后我们把镜头拉到最远，看看整个大环境，尤其是监管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根本性转变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。过去几年，大家都很怕美国的证管会 SEC， 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很强硬，先开罚再说，让整个产业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但现在风向完全变了，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，从敌对转向合作。新任的 SEC 主席 Paul Atkins， 他讲的这句话就很有代表性。他说，你不能突然跑去人家家里踹门，说抓到你了。这意思就是，他们未来会更倾向于先沟通，先制定清楚的规则，而不是搞突袭式的执法。对整个加密货币的长期发展来说，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所以，我们把所有线索拼起来看，长期的技术线图是健康的，散户的 FOMO 情绪其实还很低，然后最大的变数监管风向也转为支持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短期恐慌，会不会就只是无关紧要的杂讯而已？或许真正重要的故事，正在这些更大的趋势里慢慢展开。